大家好，我是小夏。我们之前呢有过一些关于基金、定投和 401k 的视频啊。最近呢，我和老麦的一段对话激发了我对这期视频的灵感。起因是这样的，有一天老麦和我说，我最近打算把你第一份工作的 Merrill Lynch 的 401k 账户关了，和你现在公司的合并。就大家知道呢，如果你从一家公司离职了，新公司提供的这个 401k 如果不是同一个管理公司的，你是可以把你原公司的 401k 账户合并到新公司的这个账户下的。那我就问老麦，干嘛要这么麻烦呢？因为那个 Merrill Lynch 账户是我几年前的第一份工作，那个账户里一共也就1万多块钱，我觉得放着就放着吧。但是呢，老麦说，因为那个账户的管理费太高了呀，那个 Merrill Lynch 的账户每一个季度收14刀，一年呢就接近60刀。我一想，那真是够高的了，因为我那个是1万块的账户，这个管理费相当于 0.6% 了。可能听到这里的朋友会觉得 0.6% 很高吗？那我就这么和大家比较吧。我们曾经讲过的 Vanguard 的基金公司，如果投大盘指数基金 VTSAX， 管理费呢一年是 0.05%， 也就是说我现在这个账户是 Vanguard 那个账户的10倍费用。这么一说，大家有概念了吗？其实买基金 ETF 之类的时候呢，管理费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点。之前被传成神的木头姐啊，它一系列的 ARK ETF，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买了啊，但是那些的 ARK 的 ETF 费率都是年 0.75% 左右。那如果你挣钱了还好说，像最近几个月股市调整，如果有人的 ARK 还套着，那你每个季度照样是要付这个费用的，直到你卖出了为止。换句话说，这个基金公司是不会管你到底挣钱还是赔钱。比如说你有1万刀，涨到了1万2的时候，你每个季度吧是按1万2为基数交这个管理费的，也就是一年 0.75% 90刀，那一个季度呢就是22.5块。如果下一个季度跌到了8000，那你下个季度就按8000这个基数交，也就是那个季度要交15刀，这些都是自动会从你的账户中扣除的，你可能都没有注意过。在短期挣钱的时候，这个确实感觉不出来什么，但是长期来看，其实管理费率会对你的投资收益带来很大的影响。Vanguard 基金的创始人张 Bogle 就说过，大多数人都不会去算这笔账，而且呢，这些费用很多都是非常隐秘的，如果没有经过认真的计算，就会感觉那不过是一点点的百分比。而且呢，对大多数人来说，和他们以为能收到的收益相比，根本就不值一提。那这种管理费到底能够对你产生多大的影响呢？今天小夏就来给大家做几个计算模型，咱们从简单的到2个复杂的一起来看一看。那听到这里的朋友，先问问你点赞了吗？今天这么硬核的视频，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准备，希望大家能够点赞留言支持一下。第一次来我们频道的朋友，请关注或订阅小夏和老麦。我们都是在美国留学、工作、生活了10余年的普通人，从第一天上班就在研究如何能早日实现财富自由。那我们的频道呢，也是热衷于分享一切和赚钱、投资、理财相关的话题，希望你就不要错过了。咱们先说最简单的算法。就说你今天买了1万的基金，咱们就按大盘的回报率 8% 来算复利，投资年限呢是30年。那用我开头说的自己那个例子， 0.6% 的管理费，30年以后这笔钱就会变成8万4。那相应的，如果我的管理费只有 0.05% 呢，30年以后这笔钱就变成了9万9，足足差了15000美金，也就是18%左右。那如果你初始投资的是10万呢，30年以后就差了15万，剩下的我就不多说，大家也明白了。那稍微复杂一点也更实际一点的算法，咱们就说你今天有10万块钱拿去投这个基金，然后呢你每年继续存1万进去，咱们还按这个 8% 来算复利。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计算公式啊，我就是从第2年开始在这个基数上加1万块钱。那在 0.6% 的管理费下，30年后你能有1.83个 million， 也就是183万。
如果管理费是0.05%的基金，30年以后你能有210万，两者之间相差了26万，14%左右。虽然呢，这是每年存钱才弱化了这个百分比上的距离，但是26万放在什么时候都不是个小数目吧？你说咱们何必把这26万拱手让人呢？ OK， 那听到这里，可能还有朋友想问了，不同的指数基金之间，难道它不会有差别的吗？也许费率更高的基金，它回报率就是会更高啊，而且每一年这个涨跌都不一样。那可以，这个问题没毛病。小夏，我作为一个银行的建模经理啊，我今天就再多做一步更复杂的。不过这个算法呢，就用上代码了，大家看不到步骤，咱们来看结论。我比较的呢是 SPY 和 VOO， 这两只都是 follow S&P 500的基金，就是持有最大的500家上市公司。咱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两个 ETF 公开的具体组成。那可以看到，微软、苹果、亚马逊、Facebook 和 Google 这5家公司基本都占据了这两只 ETF 20%的资金，而且在具体的资金分布上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啊。那他们俩的管理费都是多少呢？差别其实也比我上面的例子要小很多。SPY 是0.09%，VOO 是0.03%，这个已经都算是非常接近了啊，就算是收费很低的基金了。那因为呢，在这个数据模型中，我用的是实际历史的成交价格。VOO 在雅虎 Finance 上面呢，只有2010年以后的，所以呢，咱们只能算一个10年期的投资比较，也就是从2010年到今天。这个里面的变量呢，其实只有2个，一个就是这个管理费不同，二呢是这两只 ETF 由于组成不完全一样，所以它每天的价格也不会完全相同。我把这里呢，就是把这个10年的价格曲线给大家放一下，能看到这个走势基本是完全一样的啊。那模型里呢，我就按照每天交易同样的钱数来计算，就比如说你每天 VOO 买1块钱的， SPY 你也买1块钱的，10年下来最终的结果呢是 VOO 会多带来2.4%的收益。这个听上去差别就很小了啊。那确实10万块本金的大概就是$2400的这个差距。当然了，这个前提就是你买的都是同一类型的 ETF， 都是跟随这个 S&P 500的。但是这两只呢，基本是市面上最受欢迎的这个指数基金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的选择还是会带来回报率上的细微差别。当你的投资基数逐渐升高的时候，这个绝对数额上的差距也会逐渐更明显。而且我们这个上面因为实际数据的这个限制，所以我只能算10年。但是当你把时间线拉到30年的时候，这个差距肯定还是会变大的。那还要提醒的一点呢，我今天计算的全部都是被动型基金啊。如果大家购买了主动型基金，也就是说你的钱交给了某个银行或者某个机构，有那种具体的什么基金经理负责操盘的那种，那管理费呢往往会更高，在2%、3%都非常常见。尤其是在国内啊，我之前研究过某宝上推荐的一些号称什么明星操盘手管理的那种人民币的基金，这里咱们就不举例了啊。有的七七八八的费用算下来要5%，那我看到这样的只能冷笑一声，这不是明抢吗？大家可以最简单套用我的第一种模式算算，如果是2.5%的管理费，30年下来你的收益会缩水50%左右，就是如果和你自己购买指数基金相比啊。那如果是5%的费用，我反正是不当这根韭菜了，人家基金经理每个季度旱涝保收的。再深入点呢，我就不说了，反正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您千万别跑到银行里面说看了我的视频，所以就要把基金的钱都撤走，那我是承受不了这个责任的啊。也许会有人想说，那是不是我们自己买股票，自己凑出来一个基金组合最划算呢？也许我能够跑赢大盘呢？这个话题咱们就留到以后再说吧，毕竟我这次算了这么多数也挺累的。还是老规矩，希望大家别忘了素质3连一下。有什么感想和问题都欢迎给我们留言。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拜拜。